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真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家人得殊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继续学习大圆满前行啊。大圆满前行呢，上一节课也给大家说了，这本书如果我们真正让这个一辈子当中呢，就是不离身体是最好的。如果我们这里的各位当中就是有一些发愿的话呢，就是希望默默的这样这个发愿啊，其实这个并不是做不到的，就是即使你不能看，也是经常带着的话呢，我相信也会看的。对这个法本的重视很重要。这样呢，对你个人来讲，应该这个修行会圆满。因为这里面的很多的就是可以说是所有的内容啊，就所有的内容呢，全部都对我们的这个解脱啊，就是有用的，而且非常这个重要。每一句就没有什么这个此取此舍的啊，就这一部分是对我们用的，那一部分是不用的啊，就不是这样的。像吃饭的时候，如果我看城市里面的一些人呢，他们吃鱼的时候呢，就是只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一部分就吃掉，然后一部分呢就掉下去，就扔掉，那放在盘里面，是吧？你们很多人吃过鱼吧，是吧？我没有吃过。那么吃鱼的话呢，就是里面的一些筋肉会有一部分就一直把它吐，怎么说啊？就是不用吃的是吧？那我们如果前行里面就是一部分就是我们就是用，一部分呢就不用把它像鱼骨头一样扔掉的话呢，我们这个取舍也可以。但我认为里面的每一字每一句，每一部分每一段啊，就每一章呢，都是对我们的这个解脱对我们的这个人格，都非常这个有用的啊，非常有用的。所以说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依止这样的这个法本。其实前行的后面也讲了，就是这是无有嗔恨心的上师啊。因为上师如果上师依止的话呢，你今天问他，明天问他呢，就是他有时候不高兴，有时候心情不好，有时候特别忙，有时候是这个上师找不到。就怎么找也是找不到的。有时候即使找到了，但是呢，他不愿意给你讲。有时候上师不会讲，有时候上师呢，就不方便讲。有时候上师呢，就有各种这个其他的原因呢。所以我们找一个其他的上师，天天的去请求一些问题的话呢，并不是那么很容易的。但这个法本呢，就是真正是无嗔的上师，无有嗔恨心的上师，随时都是你可以打开看一看里面呢给你提醒一个这个道理，里面呢给你就提供一个很这个好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方便方法所以这样的这种这个教研呢，应该我们这个长期的这个医治就长期的医治。其实一个人的一生呢，应该说是有1-2部论点呢，对他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以前看到是哪一位忘了，那个格鲁派的一位大德就是他说过，他是一辈子呢，就是这个学习研究显宗密宗的所有的这个经典和论点还有这个序部最后的话呢，就是他认为所有的显密教典的话呢，意义都是这个为这个菩提道次第而论说的，就是他就是很感慨的，就是说过这么一句。我想一个人如果这个菩提道次第论他作为自己的真正的这个一辈子的意之书的话呢，那他会就是也会感觉就是这样的也会感觉这样的。我以前看过一个就是像那个阿巴州那边的一个活佛就是去印度的时候呢，他一直这个带着的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的时候呢，就是这本书一直带着的。那么同样的，我想我们现在的这本书呢，就是大圆满前行的话呢，一个人就是长期的，不是1天2天的，
你看那个丁国谦次仁波切，他是有那样的这个智慧的人啊。我虽然以前也是见过，就是在那个印度新德里啊，就那个就是印度那个首都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当时那个也见过他还在不丹那个首府啊，就是在不丹吞布在那里也是见过他，他非常了不起。就前一段时间，我们一个印度回来的一个活佛，就是他也说了，他说是经过亲自仁波切灌顶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灌顶的衣柜找不到的时候呢，他就全部能背诵，就直接。以前我在那个当时那个说家仁波切啊，在他的中心当中，就是看过一个他的这个光碟啊，就是那个时候的是中国还就不多，不是很多的，93年秋天。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特别惊讶，就是他讲的这些法，就是讲的这些法，全部是出口成章，所有的校正呢，就自然而然就是流露出来了啊，就自然而然流露出来了。这样的人呢，就潜心呢，就是每天都是他要看基业的话呢，我想我们普通的人。而且这个业力深重的人，经常呢就是自相续当中与法无法相应的这些人，凭什么就是不可呢？像这些前辈的高僧大德们的话呢，就是对这些法本如此的重视啊，如此的敬意呢，而往往我们这些这个具有一切这个束缚的凡夫人呢，相续当中呢，就是遍满这个贪嗔痴的这些这样的这个医生啊。就是这样的这种人啊，就经常呢，就自以为是自己这个修行很不错的，只要自己求一些高法就已经不错了。甚至有些人的话呢，根本没有这个求高法的这个念头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作为修行人的话呢，应该要寻找自己的职业是什么。我们经常看到田野里面就是农夫呢，他的职业是就是就农务啊。在高原上呢，经常看到一些这个牧民呢，他的职业是什么呢？就是放牧。而我们这个寺院里面呢，就是体制广土的很多这个出家人，这个出家人的职业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修行。应该呢，就是尤其是大乘修习、大乘这个出家人的话呢，他应该这个熟知清净戒律的基础上呢，就是度化众生。而城市里面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寺院当中的有很多这个发了大乘菩提心、皈依这个三宝的这样的这个在家居士的话呢，他的责任是什么呢？也应该这个精进的修学佛法啊，就是也尽可能的就是利益就是无边的众生，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责任。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呢，就是全部抛弃，然后每天都是就是浑浑噩噩的，除了这个吃饭睡觉以外，什么都是无所事事。那这样我觉得是不合理的。所以呢，大家应该就是平时的是有一两部法来，就经常呢，就是对照自己，衡量自己，就是分析自己的这种这个缺点或者是功德啊，就这方面很重要的。我记得我们有一个老堪布叫拉西堪布，是我们寺院里面的，他在今年夏天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探讨的时候，我当时问了，就是说是他以前那个一至三知识的一些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他的印象当中是印象最深的什么呢？他曾经那个大概是10来天当中呢，就是一直跟一位就是伊库喇嘛啊，就是伊库喇嘛当时给他说的什么呢？他是一辈子当中把大圆满前行已经看过至少也是100次以上啊，就100遍以上，就至少也是100遍以上。所以，因为他当时也是一代这个高僧，就是在我们这个藏地的话呢，就很多修行人啊，就是无所不知的，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就当时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也是经常呢提起他的名字。曾经他老人家也在这个他属下，好像也听过一些这个简单的教言呐。那么他们呢，就是对这个家信法门和对这些法呢，就是如此的重视。而我们现在这些人的话呢，就是对这些法要就是什么样的，就是连看都不看。就是有些人的话呢，可能一辈子是只是这个听过1、2次绝对是很不错的。我已经听过传承了。我以前在那个厦门
那个当时这个翻译那个《世尊光传》呢，就是110天的话，那好像谁都不知道，就是我就隐藏在那个药剂师医院和还有其他的几个地方啊，就一直在那里，就是以这个隐士修行人的这个方式来，就是过着非常这个自由洒脱的生活。后来呢，就是有一次到那个南普陀山的寺院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位这个居士啊，就是已经认出来了，就认出来了以后的话呢，就没办法，就是只有公开了，就是公开了。当时他请我呢，就是到一个宿舍馆里面，好像我泥土教育里面说过，就是然后他的当时说是他就已经看了5、6遍，就是他当时呢，我记得比较清楚，就是他说，哎，华智仁波切的以前在他的根本上师面前的是这个法门呢，就是听过25次以上的话，更何况说是我们这样，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的已经这个就看到就大概是5、6次吧，越看呢就是越有劲，越看呢就是越觉得是自己相续当中获得加持，所以这个大圆满起心确实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作用和力量啊，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加持。我希望呢就是在座的各位就是不要把它看作是一部这是加行法门这是这个特别简单的一种法要，里面的很多故事对我来讲应该是我这个会这个非常明白就是以这种心态和这种态度来就是把它这个嗤之以鼻的话呢，我觉得不合理的。因此再三这个希望呢这个前行里面的每一个公案、每一个校正、每一段这个文字的话呢，就是全部都观所欲心呢，全部都这个就是清清楚楚历历在现。这样的话呢，以后自己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就非常不错的否则的话呢，我们有些时候的话呢，就是这个放在自己的这个书房里面就法本呢放在自己的相续呢，就是跟这个法之间呢，就是有特别遥远的这个距离盖当派这方面就是有很多特别这个尖锐的一针见血的一些教言因此我们在座的各位呢，就是每天都是听书一部法的话呢，里面应该就是有所这个调伏自己这个相续的烦恼就阿底峡尊者也说了，如果能调伏自相续的烦恼的话，这就是佛法；不能调伏的话呢，就是不称为是佛法。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法呢，如果自己没有信心，自己没有兴趣呢，不一定把里面的每一个这个法理呢，就是会这个融于自心因此呢，通过自己的这个正确的认识。还有呢，就是精进的这个修持这几个这个行为呢，就是不能离开的。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就是说是我们首先就是用智慧来观察上师，这是指在还没有接上求观定、求传法的缘分之前呢，就是要相加观察。如果真是已经居住上师的法相就法相居住的上师呢，我们应该去跟前面就是所说的那样，就是恭敬的、如理如法的，就是以通过这个3种欢喜的方式来去医治它。假设说是不具足这个法相就看呢，就是通过观察过程当中的话呢就这个上师是绝对是不会这个具足任何的这种这个法相那样的话呢，最好不要去医治。一旦已经医治了上师以后呢，不管他的行为怎样，都必须要看作是善妙的，全部呢就是视为功德，生起信心，并呢观这个清净心就并观这个清净心就是所以一旦这个认识了以后的话呢一旦这个医治了以后的话呢，那你就是不能就经常这个观察就这样观察的话呢，就是反而有非常大的这个过失有时候的话呢，因为自己的心眼不清净的原因，就是可能上是有一些迷疑的一些行为语言一些这个挑化众生的这个各种这个形象的话呢，就是不单就是不生信心，反而甚至谢见的时候呢，要历历的去这个忏悔就是历历的这个去忏悔，就是否则的话呢，就是自己也有就是很大的这个过失就很大的这个过失。
如果升起恶分别念，那么后果呢不可设想的。换句话就是说，后患无穷如果我们先医治了，医治以后呢，然后再进行毁谤再进行这个诋毁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过患。那么彭仁波切在军规教养里面，也就是说了，就是佛所如不恭敬，仅此一句发上师。就佛所如不恭敬，仅此一句法上师百世年具转为垢，然后复转成什么就是复转生于恶孽什么孽种中就是复转生为孽种中就是不说这个像大的这个观点教言传说这样的这个上师，甚至呢就是佛法方面的就是这个一句以上的这种法要如果你听了之后呢没有就是把它当作就是真正的这个法师上师，而对他进行这个诽谤的话呢，那么这个下一辈子呢就是100世当中呢就是转为垢然后过了这个旁生的这种身体以后的话，还就不断的这个转生在什么这个乞丐妓女等等，就是各种这个下列的这种众生当中。所以我们对这个佛法对应该这个对佛法呢就是以恭敬性的态度了，应该对所有的这个传法这个上师呢都要这个起欢喜心起恭敬心。我们实践也是说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应该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格言就其实实践的老师也是哪怕是对你当过1天的这个课的老师就是但教过1次的这种1堂课的老师的话呢，我们也应该可以当这个老师我都是有一个老师，就是他认为他是这个经常给别人都是讲那个就我是他的老师就是我是他的老师，但实际上我的印象当中很清楚，就是他只教过1堂课，就是只教过1堂课，而且这个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冬天，就是在我们教室的外面呢，就是一直这个雪花纷飞就是里面当时我们的这个老师呢，就是他就是出去，就是他这个出去，他们当时出去的时候都是全部是骑马，就是出去了，然后骑马就是出去呢，就是当时这个下大雪就是不回来过后呢，就是替那个老师呢给我们这个班里面上一个数学课就是当时数学也是什么无限循环小数的什么4除以3就是然后就一直后面是3，就是但后来呢，就是他也是认为是这个是我的这个老师就是给经常说，我也不得不承认，就是说是我老师有些老师讲的那个影响也不是很深的，但有些老师讲的这个，那哪怕是1堂课的话，那就是也过了这个10几年、20几年、30几年的话，那也比较这个清楚就是所以我想我们实践人的话呢，也是就经常有这样的。我们在座的各位呢，也是可能比如说你现在是已经这个大学的教书了，但是你以前就是当过那个以前给你教过的有些小学老师的话呢，其实我们实践人有些不讲不知恩报恩的人的话呢，他就根本不理睬，就是因为现在我已经成了大学教授了，以前我的这个老师的话还在这个在小学里面当一个，如果我给别人就是说是他是我的老师的话呢，就是可能就是不好意思就是他都不承认，但实际上呢就应该是这个承认。有一次这个慈城龙珠堪布我们2个去一个家里面去念经，就是然后呢就看到一个比较这个一个老妇女，就是然后身体不太好，就是然后慈城龙珠堪布说是这是我的老师然后他有点不好意思是你的老师很有智慧因为他以前那个堪布在那个很小的时候当过那个小学老师就是小学老师，但堪布自己提出来了，他肯定不好意思就是现在如果说是他是他的老师的话，那就是可能他给谁都没有说过，就是这是堪布自己点出来了。所以我想我们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不管是有智慧也好，没有智慧也好，实践也是对这个自己的这个实践的这个老师都要这个恭敬，也是值得这个报恩，就是那么处世间的这个佛法的
啊，就是超越这个我们世俗的这个佛法的这些法恩的话呢，就是大家应该要这个知恩报恩，就是同时的话呢如果因为佛教当中就是跟这个不同的啊，就是真正这个意志来议和。所谓的意志的话呢，并不是口头上承诺，就是以这个传法灌顶或者说这个敲决的这个结上这种愿。那么这种这个愿议和的话呢就即使有些这个行为不是这个很容易接受的话呢，就是也不能就是诋毁我看到那个《高僧传》里面呢，就是当时鸠摩罗什一边呢就是跟他们就是翻译，就一边呢当时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应该这个一场是比较大的，就是有时候都是说是800个人就是集聚在一起，就是一直是这样的。但后来因为这个鸠摩罗什的从他的这个传记当中看的话呢，就是他的整个这个生活呢，就是也是比较这个复杂的，就是他当时那个求赐国的话呢也是认为是他是这个国宝就是后来有一个国王叫做是这个应该蓝白草的时候，就是他发动战争，就是把这个鸠摩罗什呢就是已经这个抢过来了以后的话呢当时好像那个就是在这个国王期间的话呢，就弘化理城事业不是很广的。后来那个姚兴的时候呢就是让他那个建造这个怡静院但是呢就是他们觉得是他特别的这个聪明就各种历史的说法都是不相同的，但有些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鸠摩罗什呢就是非常这个聪明就因此呢就是应该有一个后代，就是否则的话呢就是就像现在世间人的眼光一样的，就是觉得很可惜后来呢就是这个姚兴呢就是专门寻找了这10个美女，就可能强迫性的呢就是让他这个还俗但还俗的过程当中呢，后来就是有些传记里面说呢就是他用那个针就是用针就是自己这个相用，就是很多弟子都是学他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呢有这样的。有些这个传记当中呢说他后来那个相用就是这些这个美女之后的话呢，就是没有就是跟这个僧众一起但是他还讲经的时候呢，就经常有一句呢，他说这个譬喻处女中僧莲花就譬喻处女中僧莲花，丹彩莲花无取这个处理业就丹彩莲花无取这个无取这个莲花业无取处理业，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初二的这个泥土当中的话呢，可以就是生出这个莲花清净的莲花，但你们最好是这个去莲花，就是不要这个去这个处理，意思就是说呢在先线上吧，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没有这个说法，没有呢就是跟这个僧众就是跟其他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三智士呢就是相提并论，他的身体呢就像是处理一样的，然后那个他课里面说的这个法呢就是像莲花一样，你们最好是把这个莲花这个去上，就是对这个自己的身体呢就是不要去医治，因为为了表明这一点，后来他的这个在这个怎么说就是下半世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有很多这个争议的话呢，就是他也是为了显示他所译的这些经论就是应该是这个正确的。然后接近圆寂的时候也说了，我如果翻译的是正确的话，那就是但愿我的舌头不要这个烧坏，就是如果是他是这个没有加持就是不真实的话呢，就是会就但愿就是烧坏。但后来呢，就是他的这个舌头就是一直没有这个烧坏，就是也是历史上呢大家都是这个公认的，就是所以从这些这个公案当中的话呢就是当年就是在那个这个汉地的话呢，就是有些就是现在的这个有些这个分析家，他们这个认为的话呢鸠摩罗什呢就是当时这个显现呢以这个成就相来，就是在众生面前呢就是实现一些这个精信的这个行为，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有些的话呢就是为了就证实就是他所译的或者是他所讲的这个法呢应该这个超胜于其他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不管是怎么样呢，就是在这里呢给大家也已经讲了，就是凡是按照著作的意思的话呢，就是译制完了以后呢应该就是不管是看到什么样的这个不如法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观这个清净心。但是这个当前来讲呢，确实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呢刚开始的时候不好好观察就非常这个着急就是根本不知道这个人
人的这个来龙去脉，就是他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就只要是来了一位就是什么什么上师的话呢，应该马上去医治。然后完了以后的话呢，可能很多方面的并不是光有一个说你观清净线呐，你观那个真佛像啊，就恐怕不行的。就是现在我们一般的世俗人的这个眼目当中的话呢，看到特别明显的一些不如法的行为呢，就经常这个出现。那个时候呢，就可以说是这个进退两难了，就进退两顾，就是非常这个困难的你去继续医治的话呢，就是看到他的有些这个行为啊，就各方面的话呢，已经暴露无遗，就是你再根本没办法就是去医治的这种没有这个信心了。不去的话呢，已经听完法了，已经这个听完观点了，就所以如今的这个社会上的很多佛教徒的话呢，在这些问题方面呢，一直徘徊着，一直呢就是就困惑着就特别这个困难的这种现象也是相当多的，就所以呢。有些时候的话呢，他们也提出这样的这个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也不好回答，也不好这个解决就现在说这个让他放弃的话，那也不行；让他不要放弃，继续的话呢，就是也确实是可能这个所谓的这个上市的话，那就是不仅仅是一个小问题，可能有大的问题。然后那这样就具体就是怎么样，就是操作的话，那就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了就是也经常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的。在观察的时候，我们还要清楚一般来说需要经典续部当中所说的所有的这些功德就是齐全的一位善知识一位上师。按理来讲的话，我们前面也是引用很多那个金庄严论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入心论等等，就是教论来引用过。然后续部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以前就是讲过那个这个45世颂45世颂的那个里面呢也有引用了一些这个像一些续部就是金刚满续、金刚藏续等一些续部。还有大圆满心性修习当中呢，就是也引用了很多这个经典和续部的这个教证。应该按理来讲是就是把所有的功德都齐全的。你如果一直一个小乘的上师、大乘的上师、密宗的上师，各自都有不同的这个要求比如说一个大学的教授呢，他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小学的教授是他的这个条件是什么？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按理来讲是这些都要记住，尤其是心相续当中具有菩提心的条件就必要条件，尤其是所有的这些法相当中的话呢，你归根结底的话，就是个菩提心很重要开阔而言，观察上是归根到底可以包含在观察他是否具备菩提心这一条件当中就是我们要观察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这个条件呢，就是其实归纳起来的话呢，这一位上你所依着的这个上师呢，到底具不具足菩提心，就这个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如果他的相信当中具有菩提心，那么从今以后不可能不成办弟子今生来世的一切利益。这位上师所传的法也是与大乘息息相关。无论如何他会令所有的弟子呢，就是踏入正道确实如果你真正能观察出来这个上师具有菩提心的话，倒是真实是这样的就是他不可能是就不承办就是弟子的这个今生来世的利益。然后呢他传的法呢，就是肯定是大乘，就是利益一切众生的这个法，就是会这个这个息息相关的。无论是他的所有的这个行为言行举止全部都是让这些弟子呢都是这个踏入解脱之道的一个这个途径，就除此之外他根本不可能的。这种人呢，就是可以毫无疑问的去医治大宝积经里面也讲了，菩提心者应可亲近就是菩提心者应可亲近什么为主智者所称赞故，为主智者所称赞故。具有菩提心的人呢，我们可以亲近他，而且他呢，十方诸佛菩萨也好，世间当中的所有智者呢，都会称赞的。以前水母格言当中也讲过，具有慈悲心的人的话呢，他的这个诸位就是来很多就是有缘的人就是意思应该大概是这样吧，就是那个。还有什么这个
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格言吧，就是也有这方面的很多格言。因此，就如果这个上师啊，就相续当中真正是就离他的这个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就是所有的法相都已经具足了，你就可以可以去依止啊，可以去依止。只要以为就只是什么，只要是以为不具备菩提心的上师，就必然有着自私自利的牵扯啊。反过来说是，如果是不具有这个菩提心呢，不具有菩提心的话呢，那肯定是有这个自私自利的牵扯之心。这样一来，也就不可能很好的调伏弟子的相续。不管他所传的法多么高深，多么微妙，讲的也是这么天花乱坠啊，但到头来呢，也只是落了什么，就是这个现实这个利益的圈子里面啊，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如果这个上师是不具足菩提心啊，不具足菩提心呢，因为根本的问题呢，就是世间八法和自私自利心已经这个缠缚着他的。那么表面上呢，就是他可能观地呢，他可能转最深的法，他给你讲最深的这个窍诀啊。那实际上呢，就是上师他自己呢，就是根本对别人不要说是真正的菩提心，连一个利他的这个心都是没有的啊，利他的心也是没有的。那这种人的话呢，你再怎么样给他讲呢，就是暂时可能就听一听而已。就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对弟子的相续当中也是不可能就是得到真正的这个利益啊。就这种上师呢，像毒蛇一般，应该呢就是是属性是远离的不亲下劣人，什么见不正直者，就是见不正直者，见以当远离，犹如彼毒蛇。也是道宝基金里面讲的就是如果这个特别下劣的这些人的话呢，我们不应该亲近的就是就见到以后的是应该这个远离的，像那个毒蛇一样的。为什么？我们实践当中是有的就是这自私自利的心全部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别人面前也是天花乱坠，在这个很多人面前的话呢，就是将把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功德那个功德但到头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维护自己，就是就宣扬自己，就夸耀自己。除此之外的话呢，根本没有，不要说是让这个弟子的这个生死解脱的大问题连暂时的可能想要达帮助的心都不一定有的当这些弟子也好，就是其他众生是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的话呢，他是这个不闻不问的就是这种人呢，我们就是去依着有什么用呢？就是绝对是没有益的，没有用的。所以华智仁波切这一段文字呢，就是大家都是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个依止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如果找到是真正是具有这个菩提心的，也就是说是菩萨，这种这个菩萨心的话呢，那么就是随时都是在任何一个地方的话呢，大家都会这个会依着他的。因为有利他心的人呢，就是无论是处在哪里呢，就是大家都会受欢迎的。是有自私自利的心呢，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的话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会亲近他，不了解他的时候呢，大家都对他有一些这个好的影响。但逐渐的话呢就是慢慢就是什么就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就慢慢就是已经就是看出来了就已经他内心当中的所向的这个什么事呢，会看出来了。他的这个行为也是慢慢就会最后做出来，就是自己的许许多多的事情。这个时候呢，看大家都就应该绝对是，就不要说是上师连一个弟子的法相都不具足了就会明白的。所以说这个以后我们这个在座的法师也好，就还有一些这个现在不是法师，但将来呢，我相信也是很了不起的很多法师，也在这个违法的这个行业当中肯定有的有些是这个比较隐蔽的这种瑜伽师就现在看来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普通的一个这个僧人也好，一个居士也好但是将来的话呢，就是他的很多的这个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一展开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特别就是尊重，特别尊敬。但尊敬的时候呢，唯一的他有一个利他心的
那这个是最关键的，真的。我们这个说100遍、说1000遍的话呢，从内心当中有一个利他心的话呢，对他不一定有很多的这个争议。即使有争议的话呢，这些争议也是到一定的时候就全部会销声匿迹的，就是不会就是对，因为他自己呢就没有什么就是以自我维护和一些自我这个就保护的这个概念呢，就是他的所有的这个性和这个行为的话呢，确实是为了利他。就像我们以前上师如意宝一样的，上师如意宝呢，当时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人是这个不理解的，也有些人呢就是说这个诽谤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这些都是全部是这个烟消云散，就什么都没有了啊。就最后呢就是就像这个云间就是出现这个高热一样的，就是上师如意宝的这种弘法利生的事业呢，就是不断就是照耀就是整个这个世界。这是不仅仅是上师如意宝一个，我们世界上藏地也好、汉地也好，很多高僧大德的这个传记啊、契传都是这样的。甚至我们没有什么名气的，但普通人的很多人的这个修行和行为呢，也是从泥潭心当中呢，就是散发出来的。所以为什么作者在这里呢，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法相啊，就全部归纳为这个菩提心。具有菩提心的人呢，我们就是一直不具足菩提心的话呢，他讲的是在什么样的法。就是在密法也好、显宗也好，什么样的话呢？就是也许只是种下善根而已。真正这个像弟子的这个相续得到转变呢，很困难的因为作为一个法师或者上师，他自己的心里面的是利他性的这种菩提心也好、慈悲心是没有的话呢，那么就是让弟子的相续当中就是得到啊，就是非常这个困难的。所以这个菩提心呢，难就是非常难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叫这个菩提心呢？菩提心的根本就是四无量心，四无量心的。光说是第一个此无量心、被无量心，或者其中一两个的话呢，我都经常想过，哎呀，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慈心和不什么这个悲心的话呢，就是根本不能称为是无量就是这是一个相似的。我看见一个众生的时候呢，就只是想一想而已，就是慈悲啊、慈悲，可怜啊、可怜，就是这样的。但实际上，真正的一个无量心的话呢，你看你。大悲无量心，大悲的话呢，现在我们的大悲不是无量的，是有限的，无量就是无限的意思。现在我们的大悲是什么呢？我们看见就是可怜的众生呢，让他就是获得快乐，获得快乐是慈悲的这种发现。那这样的话，可能我的亲戚啊，我的什么这个父母啊、亲人啊，这些让他生病的时候呢，我马上这个心里面想，快让他快好，快好。这是这个有限的，就是不是无量的。然后我的亲戚就是我可能就让他快好，过了以后，我看见一个任何一个众生呢，那会不会跟我的母亲一模一样的？如果不是一模一样的话呢，说明我的这个大悲呢，是不是无量心，不是有限的，就是这是一个小小的范围当中。我的这个大悲心呢，这是我的家庭的圈子里面；我的大悲心呢，这是我的这个亲戚的圈子里面，或者说这是人类的一个圈子里面。那这样的话，怎么会称得上无量心呢？如果无量心的没有升起来的话，那菩提心的根源。就是这个四无量心。我们修的时候也是开始这个四无量心，所以有时候想起来。就别人说你具不具足菩提心的话呢，就根本就没有。为什么呢？这个现在大悲无量心和次无量心的，现在无量心比较是有限性的是很难升起来有时候是这个有量心的话呢也难升起来，不要说无量心了。那这样呢作为这个上师就也确实是这个具有菩提心的上师是不容易当的。其他的这个如果这个一个上师穿的这个衣服好一点呢，或者就是国外的一些上师的话呢，就是尤其是像美国西方以前那个就是他们都有说法，就是上师呢就是要当好看一点呢，就是穿个好一点的衣服那我想是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当，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因为作为上师肯定有一些钱，就是每天都是换一些比较好一点的高档一点的衣服的话呢，那如果是这个是上师的发相就比较好当就每天的是就比较好一点的，让就是
找一些弟子，就是能不能今天给我买一个比较好看的这个衣服啊？每一次穿法的时候呢，就是穿不同的这个颜色啊，就这样的，不是那么难的。但是相续当中真的具足这个菩提心的话呢，就不用这个说别人了，每个人就是自己想也是可以知道的。所以华智仁波切为什么这里讲那个，如果真正具足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上师所作所为都是全部是这个利益众生的。因此说呢，观察上师的一切要点可以设于观察具不具足菩提心的这一个条件当中。如果他的相续当中遍满菩提心，那么无论是他的装束如何啊，就是何等，应该一致的啊，就他在家相也好，出家相也好，他穿的破破烂烂也可以，他是什么样的这个相啊，就是每天都是就是一边穿法一边就是这个法座上拉一瓶这个无量液啊，就是然后一边喝酒一边就是就那这样的话呢，具有菩提心的这个菩萨的话，那什么行为都是我们可以接受啊，就是这个都我们应该这个一直。然后他穿的什么样的啊，这都一会儿穿在家，一会儿这个穿出家衣服啊，就是或者是甚至就像青色一些都这一样，就是一边就是拉着枪啊，就是跟地中里面啪啪。是这样开枪的话呢，就是马上就是所结缘的众生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就相续当中升起这种这个就无什么这个无的这个空性啊，那样也是可以的，应该都可以这个接受的。但相续当中没有菩提心的话呢，你发作再高也是没有用的，然后给他现的哈达再多也没有什么用的，然后人民币多有了也没有用的，就人民币现在西方的很多这个富翁啊，那些都有特别多，就是也没有什么的，就这不是什么一个上师的这个发现，最关键的就是他有没有真正的这个利他心，这种利他心也是不是一个相似的利他心啊？这些众生好可怜啊，但愿一切众生获得佛果。表面上口头上的是念的也是很好听，就是然后闭着眼睛看起来也是特别温柔慈悲，但实际上内心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也很难说啊，就人有时候是很狡猾的，就是所以看不出来啊。假设说他的相续当中不具备菩提心啊，即使表面上暂时的出离心啊、严厉心啊、专心修法啊，天天都是闭着眼睛一直坐禅啊，唯一也是就是非常这个入法，尤其是学一些律宗就是戒律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走路的时候的是就是慢慢的走，害怕就是路上有什么小虫啊，就是看都不看，就是这跟哪里就特别就是注意啊，过午不食啊，唯一特别亲近的。但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也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这个戒律当中的一种唯一。但是真正我们要去抑制的话呢，我们并不是光是他的这个学一学他的这个唯一就并不是从身体上这个学一学，不是这样的，应该从内心当中要传输这个上师的这个功德。上师的功德的话呢，就是主要是这个细腻的这个真悟和利他的这个菩提心方面的功德。所以呢，这也是没有什么这个用的也不可能这个抑制的。你唯一在话也是表面上修的。现在很多人的这个抑制的时候就是看表面就看表面。所以真正这个内心的这种菩提心呢，就是很多人都是可能没有想过。但是只对那些相续含而不入安住的高僧大德，我们这些凡夫人呢，无论怎么样观察，也是不能了知他们与众不同的功德所在。而且大多数的骗子就是对于装模作样的祈友方法也很高明，冒充圣人的骗人的什么这个圣者的这种骗人现象呢，就是也是到处都有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真正去区分这个真假和是非的话，那相当这个困难的就是我们凡夫人呢，就是哪些是真正的这个高僧大德，从外面也是这个看不出来，而且往往是有一些骗子有一些那个装模作样的人的话呢，他们的就是别人面前装的很像的。以前有一个藏地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家人呢，就是每年都是念那个般若八万颂。这个般若八万颂的话呢，就是有一次也是请了一个出家人，让他念那个般若八万颂。可是这个出家人呢，他都根本不会念，就是他是个骗子。然后他呢就是一直是他看好像这些在家人也可能不认识字，就是他自己也不认识字，然后表面上他一直在这样表面上念。
然后他们家里有一个就是一个老年人，老太太人，然后他呢靠着这个拐杖，就是慢慢就是下来，就是在下面呢就是向他磕3个头，就是一直听着。后来到这个吃饭的时候呢，他很恭敬的就是问那个出家人，他说我从小的时候呢，我们家里就是一直不断的听，就经常每年都是就是念，每个月都是经常念这部经典。可是我经常呢就是听到就是Ram就是须菩提的意思，因为般若8万颂里面，但这次你念的这个经里面怎么一直也听不到 Ram 就是一直听不到那个听不到这个须菩提的这个我一直是听不到须菩提，就是这是为什么？然后那个出家人呢，就是他就说的比较好听，就是是老菩萨，就是因为就马上就我现在吃了饭以后就马上该念这个须菩提的这个偈颂了就你不要着急，就是等一会儿会有的。然后过了一会儿的话呢，就是他就假装就是念一个偈颂呢，就是有说这个须菩提，然后有就那么须菩提，也有须菩提。这样念完了以后呢，就是那个老太太呢已经心满意足了。原来是这样，对，我搞错了，你刚才还没有念到哪里了。可以，现在我已经满意了。然后呢，他有这个靠着拐杖就是起来，就是一边拉着念珠，一边呢就是回到他自己的这个床上来不断的念，就是有这样的历史。所以说我们实践当中的话呢，有时候就也有好的一些这个善知识就出家人这些，也有呢就是有一些看到就是别人就是有些真的我们也经常这个遇到过，有些人的话呢，他看别人的这个爱好是什么样，别人的最这个喜欢听的是什么样，有些特别聪明然后就他知道别人的这种这个要点的时候呢，就是他马上要显出这方面的这个特点然后说是这方面的这个传承没有任何的问题。甚至有些人呢，他对哪一个上师有信心听说他对这个上师有信心的这个上师我们之间的关系特别好，就是我跟他是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如何。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就是也是这样的这种假装的人也是比较多的，就是应该这个注意。当然在这里呢可能有些人呢就是觉得是也有一定的困难，就是到底具不具足菩提心是我们怎么观察？前心里面也没有这么说，但实际上就像《释地经》里面就是所讲的一样，就是依靠这个火呢，就是观察这个；依靠焰呢，就是观察这个火的存在，通过鼻梁然后依靠那个水偶的话呢，也就是观察到就是让推出来就是它的这个河水的这个河流的这个存在，然后依靠这个别的一些弘法利生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相呢，就是知道是这个菩萨的这个菩萨的这种怎么说的获得这个菩提的这种菩萨的这个事业对吧？你们接下来的这些像是好多人就这个那么参嘛到了些。应该这样子，所以通过推理的话呢，谁具不具足菩提心呢？就是应该大家大概的应该知道，但我想呢，就一直上市的时候呢，最好是就是比较公认的就是并不是有名气的，就是真正是对众生有利的，就比较公认的这些上市的话，那就是可能好一点的。以前其他的有些上师呢，就是跟别人这个如何观察这个善知识的时候呢，也讲过首先是从很远的地方去打听，然后呢就是到这个跟前呢，就是了解就是他的这个诸位的人和他的所作所为，然后呢再进一步的进行这个去了解就是这个人的这个所作所为所行所事就是所想所思一切都去了解。但了解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个困难有些上师的话呢，他觉得是你是一个有缘弟子的话呢，很容易要不要我给你马上传个法？来，过来，全部召集起来，我要灌顶了。那这个弟子出来就是也很困难就是那个时候你说有些我都听说是有些人呢不愿意听那个灌顶，就是马上就是出来就是上这个卫生间但是你待那么长时间也是有困难就是一直等着的话呢，也有点困难。所以那个好吧，
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这样。因此呢，依止自己生生世世有缘的上师是非常重要。他这里说，华智仁波切的意思是，照菩提心的人生还是比较不好照，就是看感觉，就是跟哪一个上师就是有缘，就是这个很重要。那有缘上师是什么样呢？那么怎么判断具有缘分的上师呢？如果你面见某某上师，或者听到就是他的这个语言，甚至呢就是听到他的尊名啊，也会整个诸生汗毛竖立，万分激动，升起无比的信心，整个自己的这个心情呢就是突然改变了，就是突然改变。这说明呢就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上师不需要进行观察。那这样的话现在可能比较多了，就是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即使对一些那个不是很那个合格的上师的话，刚开始有些人呢，上师看见你的时候都是我有不同的这个感觉，是不是生生世世的这个上师啊？我整个全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就是眼泪直流啊，整个身体都是一阵一阵的这是跳动。那么很多人的不过真的有些人是这个可能不同的这个前世的一种因缘呢，就听到个别上师的这个名称啊、尊严，见到尊严呢，听到声音呢，那个时候呢就完全的就是改变了。但现在的有些人呢，就是可能这方面我觉得可能还要进行这个观察，否则的话呢，以前也见过很多人刚开始只遇到这位上师的时候呢，他们互相都激动，就是有点一段时间当中心情的是没办法平静下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开始互相打官司啊，就是也听到很多不太好的这个消息啊，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很好的。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呢，刚开始的时候医治的时候也是非常这个有信心的，到了这个最后成就的时候呢，也是依然如故啊。就所以在这些方面呢，可能要这个详细的观察。据说从前呢，荣敦那个上师告诉弥勒热巴尊者，这个故事下面还有，但是在这里也是简单的讲呢，你生生世世的上师是住在南方卓龙寺的龙寺院的深者大意思马尔巴罗扎啊，马尔巴罗扎。罗扎是其实意思的意思，罗扎啊，就马巴，就是马巴罗扎。你应当呢，就是前往这个南方去医治他。弥勒热巴尊者当时仅仅听到这个马巴尊者的名字啊，就不共的信心呢油然而生。他当时呢，就是暗自自己的是就是下决心啊，就下决心，纵然遇到了生命危险，我一定要拜见这样的这个上师，并且呢，就是受持上师的依据，他就当时下了这样的决心。后来当他亲自去拜见上师啊，他去的时候呢，当时也一直找不到，到处都打听，就是他们很多人这个问那个马巴伊斯在哪里，就是他说不知道马巴伊斯，有一个人就是叫马尔巴，然后他到哪里去打听的时候，好像刚好就后面还这样吧，就是遇到了他的马尔巴罗扎的儿子。他儿子呢，就是穿着特别好的这个衣服啊，就是然后就先遇到了他，遇到之后呢，就是弥勒热巴就是问他的时候呢，就是他说我的这个父亲的话呢，就是经常好像他准备就是以农夫的形象来这个出现呢，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平时呢也从来都是不做这样的这个耕地的事情呢，而且他呢就是把家产全部都是卖了，然后到印度去就是求法，后来呢他就找到了很多的这个长椅子的这个禁书，就是来到这里，然后这样一听到以后呢，就是他很高兴，就是到这个就是寻找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马尔巴罗扎也是以农夫的形象来，已经找到了啊，就是他拜见的时候，马尔巴罗扎这个耕田农夫的形象来迎接他。是师徒二人呢在途中这个相遇的时候，尽管弥勒热巴尊者当时不认识上师，就只不过是可能当时那个农田里面农夫也比较多的，他是什么这个身材魁梧啊，就是然后这个双眼就是大大的，目光炯炯的，就是这么一个特别就是就魁梧的这样的一个人呐。就当时一见到的时候呢，他当下就是他的这个敏锐的分辨量都已经这个全然这个消失无踪无影了啊！就他一直是真正的立在那里。他见到上师的时候呢，一直是就看着这个上师，就是一直眼睛的就是不眨。马尔巴罗扎脾气还是可以，不然的话呢，你看什么？有问题。他当下就是因为分辨量已经那个
就没办法了，已经正午了。周德来说是遇到这样的伤是与自己的内心清净与否与前世的这个业力啊有着密切的关系啊，所以说对于自己的传授正法窍诀的恩师，不管他怎么样，我们都应该这个力求做到心心就是心心念念不离，他就是真正的这个佛陀之相法啊，就是应该把他这个真佛来这个相啊，就其实佛陀的话呢，就是以前那个佛的这个传记里面也是有，就佛陀是以人的形象来想，包括当时佛陀在的时候也是，佛陀为了度化那个智曼王呢，就是他有这个显现为比丘的像，然后佛陀当时为了就是度化就是一个叫做是嘎能什么嘎能就是什么这个嘎，就是他呢就是显现这个转轮王，就是目犍连呢就是显现为大乘的这个形象，还有呢就是为了度化这个熏香王呢，就是他也就实现这个熏香的身相啊等等，就是也会这个出现的。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殊胜的缘分，就不会遇到仙山的上师的福气，而不会有这个福气。倘若自己内心不清净，那么即使至于真正的这个佛陀的话呢，也不可能将把它看作是有功德者就是什么佛陀那个观护萨门海记呢，就是这里面就是讲呢，就是当时释迦族的这个500个人呢，就是把释迦牟尼佛看着是特别难看的一个身体都是像煤炭一样的，就是黑色的这个，还有1000个比丘呢，就是把释迦牟尼佛看成就是红土就是这样的人。后来就是这是什么原因的话呢，就是其实释迦族的人呢，当时这个前世他们是那个帮佛就是他当时以恶行来帮佛的这个业力显现的，其他的这个1000个比丘的话呢，他这个前世呢，就是也对这个正法和上师生怀疑，生那个邪见的这个原因，有这样的说法。因此，至于自己所是受过发恩的上师这一点呢，就是相当重要。以前有上师的这个发恩的话，今生当中也是对他会观这个清净心的。就会观清净心的。中间医治上师的过程中，务必要做到不顾寒热饥渴等一切困难，遵照上师的教言去这个执行满怀信心恭敬祈祷。其实对上师祈祷就是很重要的，像上师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个功德，就像我们每天修上师瑜伽一样的，就融入自己的相续的话呢，通过这种缘起呢，逐渐自己的心会就是得以堪能和调伏，自己临时的一切所作所为都要向那个上师请示上师如何的吩咐呢，就是都就如理如实的去做，中而言之的话呢，就是必须我以为你治的这种诚挚的信心来医治上师，就是一定要怎么说就是全部都是依靠这个你来，就是那这种这个信心的话呢，就即使上师呢就是并没有就是天天的这个传法，即使或者是传1次2次的事也是可以。以前有一个历史上非常出名的丹巴德小尊者他呢有一次这个灌顶的时候呢，外面来了几个身上穿的破破烂烂的那个像乞丐一般的这个3个修行人刚来的时候呢，当时上师所传的这个法堂里面呢，就是这个所有的人都已经挤满了，就是没办法的，在整个围墙里面的人全部都挤满了。后来呢，他们3个人只好是在对面呢，就是有一棵树，他们趴在那个树上呢，就是听。他们这个灌顶和传法只有在那个高高的这个树上呢，就像趴在那上面就是听。结果上师传完了法以后呢，里面的所有的人呢，就是没有证悟，就是那个树上的3个人呢，已经开悟了。所以有信心的话呢，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就是甚至趴在树上听也是可以的。然后没有信心的话呢，你跟上师坐得再近也没办法的，就是中间在一直上师，我不是说是就比较近的这些人说的，你们不要低着头。中间在一直上，在哪儿？还要讲吗？还讲一点。我前面已经发挥多了，后面就赶不上了，有点不好。
所谓最后修学上师的一心啊，也就是说对书生上师的一切行为经过一番认真观察之后，自己的实际行动当中也原本的按照那样去这个修持。上师什么样的话呢，就是自己也是原本的就是按这个上师的这些功德去行持。实际上也有这样的这个言语啊，一切事情即模仿，模仿之中能生巧啊，就这样的这种说话，就是实际上的任何一个东西呢，全部都是模仿的啊，包括我们现在科学的发达也是中国现在就是模仿那个就是这个美国和日本，就是然后现在自己呢就是国产的很多东西也是比较不错的了啊，就是据说是现在再过20年的时候的是跟美国就是一样的，就是有些时候是还超过美国，但是不可能吧，所以就是模仿啊，就是像作为修行人要效仿往昔的诸佛菩萨的行为，弟子依止上师也是同样的随学上师的。就其实都是一种模仿，就是我们实践当中的这个修行也是这样的。上师的依据行为是这样，弟子相续当中也需要得到，就像是这个僧塔肖像呢，从这个银幕当中取出来一样。银幕当中有什么样的图案花纹的话，全部呢就是会显现在那个僧塔这个肖像上啊，就是这个我们擦像，就是擦像的话，那个模具里面有什么样的这个花纹，甚至有一点点缺陷的话呢，你印出来的东西呢，就是也会这样的。现在很多厂里面就是所做的有些产品也是这样的。其实真正的这个上师有悲心有智慧，什么样的这个行为的话，按理来讲是弟子呢，就是也应该原本的就是得到这个上师的所有的这个依据啊。同样的上师相续当中有这样的功德，弟子也与上师一模一样啊，即便不能完全就是相同的话，也一定要具有基本相同的这个德行呢。上师是像这个佛陀一样，就是什么大悲心啊、智慧都是就是非常的这个就是超胜。但是弟子呢，就是什么都不具足，就是反而呢就是比这个就很多这个恶行具足的话呢，那不称得上是这个上师的这个弟子啊。所以我们这个大圆满这个传承当中也好，还是那个禅宗的话呢，也经常有这个心行相传啊，就是一直这个一心相传，就是有这样的。当时那个五祖就是传这个六祖就是金刚经的时候呢，也是从这个一个偈颂上面呢，就开悟。当他开悟的时候呢，说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什么就是人生万法等等，就这样的很多。其实这些呢，全部都是上师的一种这个心相续当中的这个功德呢，就是弟子就是直接呢就已经这个得到了。就是已经就是得到了。所以以前有一个叫做是法成就法成呢，就是他当时见到马祖的时候呢，他问就是问他是如何是这个佛如何是佛，然后上师呢给他回答说是即性是佛即性是佛，当下呢就是已经这个开悟了。后来多年以后引证的时候呢，也是跟上师的这个密意和依据呢就是无二无别的。所以我们经常为什么修完上师瑜伽以后的话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分别念呢安住于上师的智慧无二无别的境界当中。如果有些人是实在观想不来的话呢，只是心里面想我现在所想的所观的呢就是上师的这个密意就这样一想的话呢，就其实我们分别念当中一想上师的话呢，这就是上师的密意。也从比较简单的这个术语来也可以这样这个终结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呢，其实应该还有很多道理呢，也需要值得这个发挥的。但是呢，简单的这个语言来说的话呢，就是这样的。我希望呢，我们这些金刚语当中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道理就需要值得解释的。我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就是有些道理呢，可能讲的太多了，也不一定有必要。就是希望呢，你们自己就试下，就应该就是多看就是大圆满的这个前行的这个原文就是因为我们讲解比较广，就是以后可能就出来的是十几本书，就是让你们一个一个看的话呢，魔法时代能不能就是有没有这个时间，我也不敢说的。但是前行一本书的话呢，我像是每年看一遍呢，2年当中看一遍，或者10年当中看一遍，也不会很困难吧？好吧，讲到这里。
Kirgana Jirano Chukai, Chupun Tunin Droa Droa Bandangara Badna Sadarda Bandangara Badna Sada Bandangara Badna Sadarda